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按麦粒分类的一对脉象：虚脉和实脉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虚脉。虚脉的脉象特征是三部脉举之无力，按之空或，应指松软。举是指轻按，按是指重按。虚脉的脉象特点是脉搏力量软弱，寸关池三部脉轻按和重按都无力，所以虚脉是一切无力脉的总称。虚脉即无力脉，因此虚脉主要见于虚症，主要与气血亏虚有关。气虚时无力推动血行，所以见脉虚无力；血虚时不能充盈脉道，所以见脉细无力。阴虚脉硕无力，阳虚脉尺而无力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按脉力分类的另外一个脉象实脉。实脉的脉象特征是脉来充盛有力，其势乃去皆盛，应指闭闭，举按皆然。闭闭坚实冒。实脉的脉象特点是脉搏搏动力非常强盛，寸关池三部、浮中沉三后均有力量。脉管宽大，来去俱盛，脉大而长，寸关尺三部，举按皆有力。实脉是三部脉轻按和重按都有力的脉象，所以实脉是一切有力脉的总称。有力的实脉既可以见于实症，也可以见于正常人。实脉见于邪气亢盛、正气不虚的实症。如果脉实偏浮硕，通常见于感受热邪的实热症；如果脉实偏沉迟，通常见于感受寒邪的湿寒症。如果实脉见于正常人，主要是指气血旺盛的正常人。正常人的实脉必兼有和缓之象，不会有偏硕或者是偏迟的特征。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，虚脉和实脉这一对脉力相反的脉象，也是一对纲领性的脉象，主要是来区别邪正盛衰，区别虚症和实症。其中虚脉主虚症，实脉主实症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按照脉的流利度分类的一对脉象：滑脉和涩脉。首先我们来学习滑脉。滑脉的脉象特征是往来流利，应指圆滑，如盘走珠。滑脉的脉象特点是脉搏形态应指圆滑，如同圆珠在盘子上流畅地从尺部向寸部滚动，浮中沉曲皆可以感受得到。滑脉总体上来讲，气血是旺盛的，只有气血旺盛，脉象才能流利圆滑。因此滑脉常见于气血旺盛的正常人，比如强壮的青壮年或孕妇，通常见于滑而和缓有力的脉象。孕妇的气血必须充足才能养育胎儿，因此孕妇的脉象多为滑脉，这种妊娠脉又称为喜脉。病变上滑脉主要见于痰饮、饮食极滞、实热等实症，而正气不虚，气血旺盛。它主要是因为痰湿实滞等阴邪内盛，充盈脉道，而气血不仅不虚，还非常旺盛。因此阴血可以助长气血，使气湿血壅，鼓动脉气，故见脉来圆滑流利。或火热实邪波及血分，血热运行加速，则脉滑，但必兼有硕脉，而见滑硕脉。总之，见到滑脉是比较好的，无病的时候说明身体健康，有病的时候也说明正气也不虚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按照脉的流利度分类的另外一种脉象涩脉。涩脉的脉象特征是行细而行迟，往来间涩不畅，脉律和脉力不匀，应指如轻刀刮竹。
色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形较细，脉势间色不畅，质数较慢而不匀，脉力大小也不均。总之，色脉在力量、大小、快慢、流畅度上都显得不匀，呈三五不调之状，就像一把轻轻的小刀刮在粗糙的竹子表面那样，间色不畅。色脉不如滑脉流利圆滑，自然色脉的气血也不如滑脉那样旺盛。色脉脉来间色不畅，脉搏要来又不能很畅快的来，这种主要见于气滞、血瘀、痰浊、饮食极滞的实症，也可见于伤津和血少的虚症。通常来讲，当气滞、血瘀、痰浊、饮食极滞等等邪气内停，脉道受阻，以至于脉气往来间色。由于实脉内盛，正气未衰，就会表现出涩而有力的脉象。当精亏血少，脉道失去濡养，血行不畅，就可以见到涩而无力的脉象。滑脉和涩脉，一个是流利圆滑，一个是间色不畅，这是一对在脉的流利度上相反的脉象。滑脉主痰湿、实急和实热症，而涩脉见于气滞、血瘀、痰浊、饮食极滞的实症及精亏血少的虚症。滑脉可以见于气血旺盛的正常人，但是涩脉只见于病变。以上是我们学习的虚实、滑涩4个脉象的脉象特征和临床意义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